接下来的几个月，在军事上相对来说比较平静。一方面是因为刚瓜分了波兰，需要消化一下；另一方面是对荷兰以及比利时的进攻计划不断延期。1940年1月10日，希特勒下令将于7天后对荷兰跟比利时发起进攻。而就在这个时候，一架德国军机因为天气原因，不得不被迫降落在了比利时境内。恰恰在这架飞机上携带了对比利时的作战计划，就是黄色方案的第2版。尽管随行的军官放火焚烧了这些文件，但是仍旧有少量的残片落入了比利时手中，所以希特勒不得不被迫暂停了对比利时的入侵。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可以入侵挪威及丹麦的时机逐渐成熟。拿下挪威跟丹麦，相比于西线的法国、荷兰、比利时来讲更为重要，因为由于地理原因，德国没有直接的入海口，而这是一个非常要命的弱点。战争期间，德国每年消耗的绝大多数铁矿石都必须从瑞典进口，经由波罗的海运抵德国，而冬天波罗的海会结冰，所以就不得不先转运至挪威，再沿挪威的海岸运抵德国。如果拿下丹麦跟挪威，就可以把整个运输线都放在德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可以很好的避免英法海军的攻击。于是希特勒搞了一次叫做威慑演习的军事行动，其实就是武力入侵，只不过不是那种光明正大的武力入侵，只是借用了演习的名义。虽然之前挪威跟丹麦也已经有所警觉，并且也在外交上进行了一些较量，也向英法求援，不过在绝对实力的面前，什么动作都是白搭，还白送给希特勒一个入侵的理由。希特勒以英法会武力占领挪威跟丹麦为借口，于4月9日开始了威慑演习，并且要求挪威跟丹麦不得拒绝纳粹德国提供的军事保护。结果呢，丹麦抵抗了4个小时就投降了。挪威其实也差不多，只不过挪威的情况有点特殊。虽然挪威政府声称绝不屈服，但是战争一打响，德军登陆，挪威政府就被打跑了。基本上2天时间，到了4月11日，挪威就已经被击溃了。只不过挪威有英法的支援，所以在北部一直组织小规模的抵抗，但也基本都无济于事。到了5月份，纳粹德国在西线对法国、荷兰、比利时发起进攻之后，英法就撤走了挪威的援军，挪威就彻底沦陷了，跑到伦敦组建了流亡政府。而这样一来，反而让挪威变成了形式上抵抗纳粹德国时间第2长的国家，第一是苏联。搞定了丹麦跟挪威，希特勒又把目光收回到之前就计划好的荷兰跟比利时身上，并且给出的理由跟丹麦以及挪威如出一辙，就是防止英法武装占领荷兰跟比利时，所以德军必须进驻，以确保荷兰跟比利时的永久中立，并且要求荷兰跟比利时不得拒绝，不得抵抗，否则就会遭到武装击溃，而且这个责任得由荷兰跟比利时的政府来负。而这个时候，荷兰政府还在试图跟希特勒讲道理，强调纳粹德国曾经多次公开宣称要保证荷兰跟比利时的领土完整以及中立不可侵犯。不知道荷兰有没有考虑过，希特勒也曾经跟张伯伦保证过，苏台德地区是他最后一块想要的领土，而现在呢，丹麦跟挪威都已经变成他的囊中之物了，更何况早就已经计划好的荷兰跟比利时，甚至是法国，谁能幸免于难？ His name upon it as well as mine. 西线的进攻是5月10日正式开始的。不知道这段时间以来，以英法为首的同盟国到底在做些什么？如果说之前比利时缴获的纳粹德国的进攻计划是火烧之后的残片，不足以判断希特勒具体意图的话，那么在1个星期之前，希特勒定好将在5月10日正式发起进攻的时候，就有德军内部反纳粹的将领把这个计划明确地通报给了荷兰，而他们依旧没有做好什么准备。也刚巧这几天英国国内在闹内阁危机，直到5月10日这一天，温斯顿·丘吉尔接替张伯伦成为新的首相，才算解除危机。在他首相当到第6天，也就是5月15日早晨7点半，同样是新上任的法国总理保罗·雷诺给丘吉尔打电话，惊呼：“我们打败了。”5天，由法国协防的荷兰就投降了。丘吉尔都不敢相信，好歹法国是世界第1陆军，协防的荷兰不到1个星期就战败。当然啊，如果那仅仅是荷兰战败，那也不至于让他们如此惊慌，毕竟那只是荷兰，法国的绝对主力那肯定还是在法国境内。德军给英法营造的印象是，
对法国的进攻基本会遵循一战时的施里芬计划，就是先从北边拿下荷兰跟比利时，再一路南下进攻法国。另外就是南边的马奇诺防线，毕竟那里才是德法两国的边境。但德军最终采用的是由艾里希·冯·曼施坦因制定的作战计划，把德军分为 A、B、C 三个集团军 ，B 集团军下辖28个师，主要按照施里芬计划展开进攻，就是先拿下北边的荷兰跟比利时。C 集团军下辖17个师，主要任务就是在南边佯攻马奇诺防线，而真正的进攻主力则是下辖44个师的 A 集团军，在中路由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指挥，通过卢森堡穿越阿登森林，直取法国的色当。这个计划后来也被丘吉尔称之为镰刀收割计划，可想而知这个计划有多么的犀利。而日后举世闻名的纳粹德国三大名将曼施坦因、古德里安跟隆美尔都在中路。5月10日，北边开始进攻荷兰的时候，中路更是风卷残云，一天就击溃了卢森堡，然后就突然冲出阿登森林。5月12日，德军就拿下了色当。色当被攻破，就出现了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因为色当是在整个防区的最中间，色当被拿下，就切断了法国从南边的马奇诺防线调取驻守的重兵回防，无论是回防马奇诺防线的延长线，还是戴勒防线，特别是戴勒防线。这是一条从安特卫普经鲁汶到瓦夫尔，再沿莫兹河一路南下直达色当的防线。这条防线被击破，就意味着巴黎前面已经没有任何东西来阻挡纳粹德国的坦克了。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但更要命的是，德军拿下色当可不仅仅是为了阻止法国从南边调兵协防北线的，而是要从色当撕开一个口子，继续深入法国，最终把英法的军队全部推到大海里去。当然没过几天之后，就捎带手加上了比利时的部队。5月16日，就是荷兰投降以及雷诺给丘吉尔打电话的第二天，丘吉尔紧急到访巴黎的时候，纳粹德国的先头部队已经突破了色当，到达了色当以西95公里的地方。在这种毫无防御的大平地上，纳粹德国的坦克推进速度能有多快啊？快到已经超过了法国的情报传递，快到隆美尔不得不去偷其他友军的修桥材料争抢渡河，被发现了过后还差点大打出手。隆美尔告诉其他人，他们将会是第一个到达英吉利海峡的部队。快到已经往英吉利海峡推进了1/3的古德里安不得不停下来，因为他接到命令，担心这是英法在诱敌深入，所以要求他原地暂停，等待步兵跟上。隆美尔也接到过同样的命令，只不过他拒绝执行，反而是继续推进，直到燃料跟物资耗尽才不得不停下休整。5月19日，德国7个装甲师已经推进到距英吉利海峡只剩80公里。5月20日，第2装甲师已经到了阿布维尔，这里是索姆河的入海口。这个时候，法国、英国、比利时的部队已经陷入了重围。到了5月24日，从阿布维尔往敦刻尔克推进的古德里安已经占领了格拉沃利讷，这个地方距离敦刻尔克30公里。如果纳粹德国的坦克继续往前推进的话，那么英国、法国、比利时的部队就只能去跳海了。很不幸的是，德军的坦克正在这么做，盟军毫无办法，他们遇到了大麻烦。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匪夷所思的命令下达到了德军的前线，所有德军的装甲部队全部暂停，原地待命，等待步兵的跟进。这道命令后来被证明是希特勒亲自下达的，而且直到5月26日晚上才取消了德军装甲部队停止前进的命令。而正是德国坦克这2天暂停推进，让盟军有了些许时间稳住阵脚，构建防御，掩护部队从敦刻尔克横渡英吉利海峡撤退。丘吉尔动用了英国国内能找到的一切可以漂浮在海面上的东西，从巡洋舰、驱逐舰到渔船、小帆船，甚至动用了很多民用的小舢板。因为丘吉尔太清楚了，整个英国的精锐都在英吉利海峡的对面，如果不把他们救回来，英国之后只能靠老弱病残去抵抗纳粹德国了。虽然时间紧张，而且还有德国的进攻，但撤退井然有序。直到撤退的最后一刻，仍旧有人牢牢固守在为掩护撤退而构建的防御工事上。短短1个星期，英国总共从敦刻尔克撤回了338226人，而最初他们估计最多只能撤回45000人。这次撤退后来被称之为敦刻尔克奇迹。当然实话实说，如果不是希特勒下达了那道停止前进的命令，又或者隆美尔能跟几天前一样拒绝执行这道停止前进的命令，那敦刻尔克就不会有奇迹了。2战的结局也会往一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至于希特勒为什么会下达这么荒谬的命令，则完全是出于他本人以及他的好同志赫尔曼·戈林的私心。戈林是空军总司令，在这么一场顺利的战争当中，他巴不得他的空军也能分到一些战果。所以当德国陆军把盟军围困在小小的敦刻尔克海滩的时候，他想让他的空军来收割这一战果。虽然目的不同，但戈林的想法跟希特勒却不谋而合。因为如果让陆军独揽战果，那么陆军在德国的威望就会空前提高。德国本来就是一个崇尚威望的国家，这样一来就会势必打击希特勒的地位。所以在最后一刻，希特勒紧急下令装甲部队停止前进。等到取消这条命令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进攻时间。而且希特勒他自认为还有另一方面的考量，就是他准备卖一个人情给丘吉尔，企图日后跟英国和谈，让英国承认纳粹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只不过丘吉尔是一点都没有领情。6月4日，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表示，英国绝不妥协，英国决心战斗到底。隔着一条英吉利海峡，英国人暂时安全，而法国就没那么好的下场了。30万盟军都没能抵挡住纳粹德国的坦克，哪怕稍稍减缓一点推进的速度都没有，就更别说现在法国境内残存的法军部队了。6月10日，法国政府撤离巴黎。6月14日，埃菲尔铁塔上就悬挂上了纳粹的旗帜。6月16日，总理雷诺辞职，由法国陆军元帅菲利普·贝当接任。第二天就向纳粹德国提出投降。希特勒答复说，他要跟他的盟友商量一下，就是墨索里尼。这个老滑头最初在纳粹德国进攻波兰的时候躲得比谁都快，甚至一度想要撕毁他跟希特勒签订的同盟条约。而现在看到法国打成这样，就立马迫不及待地联系希特勒，说是要在关键时刻给予德国帮助。可能希特勒是真的热爱他的这位老伙计，也可能是在践行最开始的时候，在吞并奥地利的时候对墨索里尼表达了感谢之情，所以在法国要求停战的前6天同意意大利加入战局。可能墨索里尼是真的没有感觉到希特勒让他加入战局纯粹就是出于带他分享战果，因为意大利的加入没有对整个战局起到任何正面作用。在阿尔卑斯山，32个意大利师对战6个法国师，而且这6个法国师是被德军打剩下的，整整1个星期竟然没能让法国退后1步。就这，6月18日的时候，希特勒也依旧邀请了墨索里尼到慕尼黑来商讨跟法国的停战问题。墨索里尼也真的是没拿自己当外人，第一时间没有帮助希特勒，甚至想毁约。等看到法国必败的时候，积极要求加入战局，然后战场上拉胯成那样，竟然还好意思要求占领土伦、科西嘉等等好几块法国领土。希特勒毫无疑问的断然拒绝，只同意意大利占领他们自己已经打下来的地盘。不过他也在另外一个方面给了墨索里尼一个体面，就是让意大利跟法国也签订一份停战条约。在意大利跟法国的停战条约签订之前，德法之间的停战条约不生效。希特勒把跟法国人签订停战条约的地点选在了贡比涅。为什么是贡比涅呢？因为22年前标志着一战结束的贡比涅停战协定就是在这里的一节火车车厢里签订的。希特勒不仅是要羞辱法国人，更是要为德国人报仇。虽然当初签订停战协定的地点已经变成了博物馆，但是那节火车车厢还保存在博物馆里。希特勒下令工兵拆除了博物馆，并且把那节火车车厢又放到了原来的位置。6月21日，希特勒带着随从走进了那节火车车厢，坐在了22年前法国代表裴迪南·福煦坐的那把椅子上，跟法国代表谈判。说的好听叫谈判，其实就是受降，而且他也没什么心思跟法国人啰嗦。所以当总参谋长威廉·凯特尔向法国代表查理·亨茨格宣读完停战条约的序言过后，他就带着随从离开了。在签订这个条约的时候，中间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插曲。当凯特尔宣读完条约内容过后，法国代表亨茨格当即愤怒地表示，这个条约也太过于无情了，特别是法国还需要向阿尔卑斯山那边的那个国家签订一份一样的协定，那个国家根本就没有打败法国，如果他们也提出同样的要求，那么法国绝对不会投降，法国一定战斗到底，因此他不能在条约上签字。亨茨格对意大利的不屑溢于言表，甚至都不愿意提及意大利的名字。而且他讲的这番话还引起了在场的纳粹德国作战部长约德尔的同情。约德尔跟亨茨格讲，他对亨茨格讲的关于意大利的事情深表同情，只不过条约是元首定下的，他们只能做一些解释，也改变不了什么。
法国只有2个选择，要么全部接受，要么全部不接受。几经拉扯，最终在1940年6月22日下午6点50分，法国代表还是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了。2天后，法国跟意大利也签订了停战条约。这样一来，法国境内的炮声就全面停止了。希特勒声称法国仍旧由法国人自治，所以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让他们定都在维希，就是维希法国。强大的拥有世界第1陆军的法国，在开战后6个星期就宣布沦陷。纳粹德国已经占领了整个欧洲大陆大部分的地方。希特勒这个早年间的奥地利流浪汉到达了人生的巅峰，一夜之间他成为了整个德国最伟大的人。而现在挡在他建立欧洲霸权前面的只剩下一个人，就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ll be born again the glory of mankind.